朋友们，你知道怎样做才能升起慈悲心吗？可能有人会说，我看到有情众生过得苦，感觉很可怜，想要帮助他，这不就是我升起的慈悲心吗？那真的是这样吗？首先要告诉大家的是，慈悲呢，并不是觉得谁不容易，心疼谁，可怜谁，然后呢就去帮助谁，布施谁。这样的布施和帮助呢，并不是慈悲。慈悲和布施呢，说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。另外，慈悲也不是在说原谅和宽恕。当原谅和宽恕出现的时候呢，就意味着呢，你认为自己是对的，对方是错的，对方的行为是不应该的，不符合于某种标准的。别管这个标准是什么，你看，这不还是在二元对立里吗？远远达不到慈悲的境界，只是同情，就是自己处在一个较好的境地，但是看到别人的痛苦，于心不忍，所以救助他人。这种理解有对位置高下、财富多少的考虑。比如我们常见到富人同情穷人，地位高的人同情地位低的人。但是如果反过来，穷人同情富人，地位低的人同情地位高的人，仿佛就有点不可思议。所以这种对于同情的理解当中包含着分别心，尽管在效果上可能是好的，但是却没有脱离世间法，所以会有局限。比如同情的善心并不是给所有人的，对被同情的人的对立面可能会产生憎恨。比如同情的方式重在各种形式的支持，而往往忽略了启迪被同情者自身的觉悟，提高被同情者的自救能力。比如认定自己倒霉的必然性，放松自己的修行，寄希望于万一倒霉后别人赋予同情。老子说过一句话，夫为道，善待且成。从道法自然的角度来看，同情只是布施者和接受者之间的某种借贷关系，带给被同情者以恩惠，还给借贷者以福报。所以出于同情的施舍只是积福德，并无功德可言。正如六祖慧能大师所说，自修性是功，自修身是德，不离自性是功，应用无染是德。修性修身必须通过心性调整来完成，功德需由慈悲心来实现，而很多人却把同情心与慈悲心混为一谈。举个例子吧，有些人呢，在路上走的时候，会担心万一不小心踩死了蚂蚁或者别的小动物怎么办？它们也是一条生命啊。看见流浪猫、流浪狗也会产生出它们真可怜，万一没人收留它们，饿死了怎么办的念头，进而呢，产生这个社会怎么这么不平等？我应该把我所有的钱都拿出来救济他们，诸如此类的想法。然后这些念头呢，又会给他们带来一些负面的情绪，比如不安、焦虑、害怕。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念头和情绪呢？正所谓天道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对于地球来说，人类和蚂蚁以及和其他小动物，甚至花花草草一样，都是在地球上面的一种生物，都是自然环境的一部分而已。如果有一天你走在路上，不小心踩死了一只蚂蚁，那么被你这个称之为人类的生物踩死，就是这只蚂蚁的命运。就好比在非洲草原上被一头狮子吃掉的羚羊一样，没有善恶对错，这只是天道的运行规律罢了。同样的，流浪猫、流浪狗也不一定就真的可怜。可怜这个评判呢，是你用人类的社会习惯和标准去加以衡量后得出的结论，不是吗？可是他们又不是人类，要知道他们并没有人类的思维和执念，也许他们本来很快乐。其实就连流浪这个标签也都是你站在人类的立场上，站在一个人的视角上所赋予他们的，不是吗？他们也许很自在，
或许他们真的被你收留了以后，他们才不快乐，最后也没有什么所谓可怜的人。这同样也是你赋予对方的评判和标签。别人只是在体验自己的人生剧本，在经历和完成自己的业力功课，他人并不需要你来可怜。如果对方不是和你发生了缘起，来主动寻求你的帮助，那么就意味着你并不需要去主动的干涉。记住，那是攀缘，不是随缘，那样只会给彼此增添新的因果。想想古时候接济灾民的时候，在路边煮粥发放食物，不也都是灾民们自己去排队领取吗？其中难免会有一些人宁愿饿死也不去吃所谓的嗟来之食，但是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，你应不应该尊重呢？如果别人没有主动地向你或者向外界寻求帮助，那么只能说明一点，他们并不需要。即使他们的内心正在做斗争，那也说明暂时他们的自尊或者其他什么原因不允许他们这么做。那么我们又凭什么去替他们做出选择呢？又凭什么去践踏他们的尊严和剥夺他们的权利呢？就连佛教故事当中都说，当你在落难之时，想要菩萨帮你，你都要连唤3声菩萨的法号，菩萨才会出现，不是吗？最后，如果当你产生这些念头之后，也会随之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到来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这恰恰说明了你的这些念头呢，并非知行合一，并非符合你的良知，否则你为何会在产生这些念头之后，你的内在会不得安住呢？所以你应该认真地去审视一下，你到底掺杂了哪些自己的意思进去。比如你是否触景生情，把这些画面和自己悄悄地联系到一起了呢？其实我们很多人的意识能量呢，就是这样在各种各样的生活情境之中，被自动生出来的妄想评判一点点地消耗掉了。当你承认和认同于某个评判之后，你就会在无形之中呢，承认和认同你的思维所创造出的它的对立面，你就已经迷失在了佛陀说的明世界里。就比如失败就是成功的对立面，懦弱就是坚强的对立面，幼稚就是成熟的对立面，虚伪就是真诚的对立面等等。当你承认自己或者某个人是一个失败的人以后，那就意味着你也在无形之中承认了一些人的成功，不是吗？你看，一种思维的局限出现了，二元对立出现了。在一个二元化的世界里，你永远都不可能出离头脑，跳出思维，你永远都不可能真正的拥抱当下，真正的体验到慈悲和真爱。还记得我之前讲真爱的时候说的吗？在真爱之中是没有对立面的，有对立面的不是真爱，而是你的思维和认知。所以不管是对你的爱人、父母还是孩子，当你可以跳出了习惯的二元化的思维模式，以本体的意识，以自信、以爱的方式存在，那你就可以以爱和慈悲的眼光去看待自己，以及去看待你身边的所有人。此时你就会发现，你看见的将不再是你曾经对他们的那些评判、那些定义，取而代之的是你会感受到你自己以及他人正在经受的苦，以及他们在机械化思维之下的无意识行为。此时你能看穿对方的这种反应模式，去直接感受到对方的生命本质，就像感受到你自己的生命本质一样。所以你要时刻对自己头脑中产生出来的评判念头保持警惕和觉察。我们来看看慈悲这2个字是怎么写的，分别是资和非的下面呢有2个心，资呢就是此的意思，慈悲就是说此心非心。当你能意识到你现在正在认同的这一切呢，通通都是你头脑里边的所有对外界、对他人的认知和评判，都并非生于本心，
不是那个《金刚经》里说的无所住而生出的心，真正的那颗本心呢？允许、接纳和热爱任何的存在。其实，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场景都是这颗心生出来的，每一份情感也都是它演化而来。我们享受情感，执着情感，却不去感悟情感。其实，每一份情感，每一份幸福与痛苦，都藏着这颗心。所以，你遇到的每一个场景都是能帮你照见本心的修行。我们从每一个场景中去感悟场景和心的碰撞，生出的每一份情感，是对生命的热爱，对存在的热爱。这种热爱包容了世界一切善与恶，它并不会因为美好更加热爱，也不会因为丑恶而不去热爱。我们称这种爱叫做慈，对一切存在的爱，对一切存在的允许和接纳，即是大慈。众生把最初的爱化为了七情六欲，就已经忘记了本心。当本心看到众生在丢失本心的世界中颠倒梦想，就会生出悲心。这个时候呢，你才算是来到慈悲的境界了，你才算是生出了慈悲心。如果听到这里你依然还没有顿悟，那我不妨再打个比方。有一个广阔而又深邃的大湖，随着气候和季节的变化，湖面有时平静，有时波澜起伏。然而在湖的深处却永远都是宁静的，而你就是这一整个湖。注意，你不仅仅只是那变幻莫测的湖的表面，更关键的是你还是这个大湖永远都绝对宁静的那深深的底部。当你能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，你的慈悲心就此升起了，你就不会再在头脑里去执着于某种念头，进而去对抗任何的变化，抗拒任何你不喜欢的、你无法接受的对立面。你将不再以湖的表面去定义整个湖，就像你不再仅凭着天上的乌云去定义整个天空一样。此时你内心的宁静不会随着湖面的任何变化而变化，你也不会再依赖时时变化的外在世界来获得成就和幸福感。你会体验、感受甚至享受你外在的世界，你在其中游戏，但是你不去下任何的定义，不去执着于任何。此时你已经与深深的湖底与本体同在了。现在你再来看看我们前面说的，你平时的帮助与布施，你的原谅和宽恕，是不是你就明白了？他们还住在此心之上，而并非慈悲之心。对，这个心是假的呀，都是你脑袋里边的梦幻泡影。当面对外部世界的时候，从花鸟树木到鱼虫鸟兽，再到其他的所有人，我们如果能在接触这些内容的时候，不管和他们发生了怎样的交互，我们都能时刻觉知到自己的反应，时刻知道自己正在如何被这些外界的内容所触发、所引动，知道自己正在进入到头脑中什么样的评判里，知道自己的身体正在生出了怎么样的情绪。这个跳出了对外部世界的自动化评判，以及在这个评判之下的这些自动化的回应，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慈悲。你一旦生出了慈悲心，你就真正做到了接纳和允许。允许风是风，雨是雨，花是花，允许日出日落，花谢花开，允许自然循环、自然规律的发生，允许生老病死，允许你的父母、孩子、爱人、同事、朋友做他们自己。你不再会执着于去说服谁、改变谁，你只会去关注，去知道和看见自己在这个外部环境之下的反应。然后呢，你会在这个知道之下去回应，而不是再像以前一样，在你头脑中的评判和认知标准之下呢，去机械化的回应。好，虽然讲了这么多，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，慈悲心就算说得再清楚，也不是多数人能理解的心境。
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生命，一切有形无形的存在，都在帮你体验存在，所以一切的存在都值得去爱。如果说三维内最高的能量是爱，那高维的最高能量就是慈悲，它是内在最本源的能量。一个人的心量有多大，他能获得的能量就有多大。一个人如果慈悲心强大，他的心量也能像宇宙一样博大，他就会有无坚不摧的巨大能量。众生以各种方式促使我们升起慈悲心，帮助我们获得迈向觉悟所必须的高贵品质。所以我们不能轻视任何一个众生，要始终对一切众生心怀感恩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